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正业成新剧官宣，在线番位笑话，男方回应被嘲打脸。在2月2号这天，由谭松韵等人主演的古装剧《蜀锦人家》正式官宣了演员阵容。此条微博一出，谭松韵大女主瞬间冲上了热搜。从官宣模式来看，《蜀锦人家》给了谭松韵最好的大女主牌面，女主名字再单独一行，而且主题海报上只有女主一人。对此，谭松韵粉丝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。然而，有人欢喜有人愁，也正是在官宣后，男主郑业成的粉丝闹得不可开交。蜀锦人家官微评论区，郑业成粉丝的控诉声随处可见。作为男1号，名字没有和女主挨在一起，也没有单独一行，而是和配角们放在一行。对此，郑业成粉丝强烈表达了不满，直言剧组歪屁股，不尊重男主。与此同时，郑业成工作室广场彻底沦陷。从诉求来看，粉丝希望剧组把男主和男配区分开来，另起一行单独展示。一定程度上，这个要求不算过分，毕竟同为大女主经商剧《国色芳华》和《珠帘玉幕》等剧男主名字或是挨着女主，或是另起一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蜀锦人家官微发了第2条微博。与第1条的区别是，在男1号郑业成和男2号京超之间多出了空白键，显而易见，剧组看到了粉丝诉求，这便是官方的回应。不久后，郑业成本人转发了该条微博，并做出了相关回应，直言任何领衔都不重要。这一来一回的操作后，有关蜀锦人家番位的各种话题一时之间登上了热搜。蜀锦人家诞生了史上首个空格键番位，内娱番位再现新花样，对此网友们津津乐道。是的，蜀锦人家平白多出的空格位置成了大家的新笑料。粉丝诉求看到了，反馈给到了，然而隔靴搔痒的回应更像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反倒是徒添了笑料。与此同时，郑业成的回应迎来了群嘲。在网友看来，那边官博多出空白键，这边郑业成说不在乎头衔，显然是相悖事件。网友如果真的不在乎，就不会做出调整。在大家看来，这是赤裸裸的打脸行为。论坛那边郑业成同样因此被嘲言行不一。对男主郑业成而言，现在就是番位上没得到好处，反而是白白惹了潮。对此，有不少郑业成粉丝认为这是剧组为了热度故意拿男主祭天炒作。按理说，片方要么保持原样，要么按粉丝诉求给男主另起一行。如今动了却是换汤不换药，另辟蹊径发明了空白番位，大女主牌面不变，却提示了男主在待遇上的在意。也有可能男方没提，在双方未沟通的情况下，片方自己改动。不管怎么说，剧组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事实上，发展到这个地步，蜀锦人家在番位上的讨论度已经远超了剧集内容本身。在这之后，官方抖音发布的杀青特辑中，男3张浩为饰演的角色更是被编辑成了杨静兰。杨静兰是谁？杨静兰是男主郑业成饰演的角色。这种低级错误都能出现，不知该说蜀锦人家不专业是草搬台子，还是片方为了热度刻意炒作，又或者是故意膈应男主粉丝。话说回来，蜀锦人家的确是部大女主剧。与此同时，这还是谭松韵首部大女主古装剧。很难想象，谭松韵出道多年，包括这部蜀锦人家在内，目前只拍了3部古装女主剧，其中锦衣之下和锦心似玉她都是2番女主。锦衣之下一番任嘉伦，锦心似玉一番钟汉良。也就是说，蜀锦人家是谭松韵首次作为一番挑古装剧大梁。知道了这剧对谭松韵的意义非凡，
或许能理解黛玉上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女主牌面彰显。毕竟从谭松韵上一部和徐凯合作的剧来看，她能同意和实际不如自己的95后平番，说明女方团队对番位没那么执着。只是于正业成粉圈而言，一个和男配黛玉区分不开的男主确实憋屈。看目前情形，正业成粉丝一时半会估计很难释怀。蜀锦人家杀青看点十足，谭松韵的演技，正业成的打戏，阵容豪华。很多人说中国不是没有奢侈品，而是奢侈起来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。在中国的奢侈品中，以刺绣闻名的就有苏绣、湘绣、蜀绣和越绣4大门类。刺绣已经在中国传承了3000多年，各朝各代钟爱的、发展的刺绣技法都不尽相同。其中蜀绣有一首歌：芙蓉城3月雨纷纷，4月绣花针。芙蓉城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。古时候跟蜀绣齐名的还有一个蜀锦。犹记得《甄嬛传》里华妃收到蜀锦，赞不绝口，但由于牵牛花图案，又被称为西岩花，短命不吉利，转而送给了甄嬛。而甄嬛更是收到来自皇帝4大爷送的蜀锦做的鞋子，一匹蜀锦价值1000金。当时小青就好奇，蜀锦真的这么贵吗？跟普通的锦缎有什么不同呢？现在就有一部关于蜀锦的故事即将被搬上荧幕了。近日，由谭松韵、郑业成主演的电视剧《蜀锦人家》官宣杀青。《蜀锦人家》是由刘海波担任总导演，沈阳、毕放导演，谭松韵领衔主演，郑业成、金超领衔主演，张浩维、陈晓云、王一诺特别主演的古装传奇电视剧。该剧根据庄庄的小说《蜀锦人家》改编，讲述了蜀中辣娘子季莺莺从3道艳染坊小娘子，奋斗成长为蜀地锦业领头人的传奇故事。故事讲述的是晚唐时期，蜀锦被人捧上神坛，权贵豪门争相追捧，更是在军中出现了以锦代饷的做法。于是有了寸锦寸金的说法，蜀锦也就成为各方势力利益争夺的焦点。蜀中益州锦业繁荣之下，暗潮汹涌。益州季家蜀红丝千金难求，有着蜀红衣出千红窟的美誉。季家小娘子季莺莺自幼聪明，醉心染丝，天赋见显。织锦大户赵家之子赵修元因爱生恨，令季家处处受阻。锦王世家庶子杨静兰在外游学多年，带着锦官名号空降归来。顶着短命官屈职的纨绔公子蛰伏周旋，都是为了还原当年谜案。在调查中，他与儿时便印象深刻的爽辣小娘子季莺莺越走越近，同季莺莺携手解决各方危机。季莺莺的染色技法在蜀地一战成名，引起了一直觊觎各家秘方的南诏白王盛丰泽的兴趣。在南诏步步紧逼下，益州风雨飘摇。季莺莺以身涉险，担起保护一干匠人的责任。杨静兰孤身入南诏，同莺莺联手与南诏斡旋，令锦业焕发生机，留下一段关于蜀锦的佳话。官宣的演员阵容里，谭松韵是大女主，因为整部剧都是围绕着季莺莺这个人物展开的，蜀锦说的也是她的技法。谭松韵早就用市场证明了自己，锦衣之下最好的我们、以家人之名等多部热剧在手。是元今夏的时候，可娇憨可傲娇；是耿耿的时候，她用演技弥补了时间差；是李尖尖的时候，她是最可爱的小妹，是最懂事的姑娘，也是最有恃无恐的女孩。在这部《蜀锦人家》里，谭松韵在杀青特辑里饰演的季莺莺泼辣、爽朗、率性而为，想必又会是一个被很多人喜爱的角色。而郑业成，京剧武生出身，身段好，身法好，没有他做不了的武打戏，只有导演跟不上的镜头跟剪辑。在他手里，万物皆可转。他在3000压杀里转扇子，在祝清好里转刀转棍子。现在他又在《蜀锦人家》里饰演益州锦官杨静渊，锦衣硬抬稳坐高，汉末风流意气豪。
撑起打戏半边天，骑马吊威亚，转圈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张浩为扮演赵家二郎赵修缘，晦暗不明，心魔难平；陈小云扮演岳不海掌柜玉玲珑，不拘一格，剑指江湖；京超扮演双面翻商盛丰泽，执杯藏玄机，莫测似星辰。蜀锦经纬线交织而成，取丝、染色、织锦、编织花样，是巴蜀文化里最具有代表的一张名片。且看蜀锦人家一户一染，市井烟火，一丝一缕，匠心制作，还原蜀锦的巅峰，重现当年风采。那么大家觉得这部剧值得期待吗？